男人杀了堂叔一家，唯独留下了几岁的侄子。我是人，不是畜生。再说我小侄子也没有错。何长春一家长期被堂叔欺负，堂叔不但霸占他家的土地，更是气死了何长春的父母，死后还不让他们进何家的祖坟。何长春的父母一辈子没看过大海，他想了却他们的心愿，于是带着他们的骨灰就去了海边。可他的这一举动却被警方当成了嫌犯出逃。那么何长春是怎么被抓的呢？这件事还要从前2天说起。警方已知的线索是何长春骑了一个大洋的2手摩托，上面有很多儿童的贴画，于是叶谦就找摩托车骑行圈的朋友帮忙在群里发消息通知一下，这辆车的特点就是漏机油。而何长春骑的摩托车果然出了毛病，修车铺的老板检查了一番后，就让何长春过3-4个小时再来，因为车子要从头到尾检查一遍。何长春走后，老板就检查了车架号，并且把车子的照片发到了群里。虽然确定了这辆车，但戏还是得演下去。3个小时过后，何长春来的时候，车子就剩下一副车架了。你看啊，火塞环、气门油封这俩都坏了，那这俩我这有，但是你这个曲轴箱我这没有卸货呀。你等一会儿吧，我找人送过来。警觉的何长春一眼就看到车架的位置被擦得很干净，其他的地方却都是泥。从哪儿送？谁给送？而店老板也发现了何长春似乎起了疑心，只能强装镇定，假装不耐烦了。我说你这人，你问来问去你要干嘛呀？那你到底修不修啊？我说你要不修的话呢，我就给你装起来了啊，然后你给个拆装费就行。老板本想把这个瘟神给送走，却没想到何长春却让老板继续给他修。那行，那你等会儿我找人送过来啊。老板颤颤巍巍地进屋打电话，准备把戏演好，却没想到何长春已经拔出了腰间的刀。当叶谦赶到修车铺的时候，被拆的车子还在，只是现场一片安静。他们进屋查看了一番，只见老板已经昏迷了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忽然一辆皮卡车冲出来就朝远处开去。叶谦2人也是急忙开车追赶，因为刚下过雨，何长春的车子很快就卡在了沟里，没有了车子，接下来就好办了。叶谦和同事2打1，优势在他们这边。身背几条人命的何长春跟别的杀人犯不一样，他到了警局很客气也很有礼貌，警方知道他没有吃饭，还特意给他准备了吃的喝的，这让何长春顿时感觉到了温暖，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没有任何隐瞒。为什么杀何红庆一家呀？欺负人呗。详细聊聊。相比较之前，此时的何长春可谓是极其的平静。他详细的描述了自己一家是如何被堂叔欺负的。他父亲想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地，却被殴打辱骂。他父亲是个老实人，根本就争不过，于是就被活活的气死了。结果他堂叔还不让何长春的父亲进何家的祖坟。当时我不想忍的，可是我还有我妈支撑这个家拉扯我长大不容易，可是他们大年30还来家里闹，把能砸的东西都砸了。我妈当时就晕倒了，送去医院检查癌症。这还真是麻绳断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啊！他母亲在住院的时候，村里刚好有一个以租代征的土地流转，于是他的堂叔就拿着合同跑到医院骗他们家签字。3番5次下来，老太太也被气死了。医生曾经说过，如果没有这件事，老太太还能多活个1年2年没事。我是我们这辈里最小的，从小他们总欺负我，我爸会说都是亲戚，他们那是喜欢你和你闹着玩呢。我爸从来不争，忍了大半辈子，把自己忍没了，我妈也忍也没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想争一回就一回，所以他就杀了堂叔一家。事后他想把父母的骨灰撒向大海，这总比在祖坟里受气强吧。自从案发到现在有个小10天了，何长春这是第一次把自己的事情全盘说了出来。谢谢你啊，这些话我憋在心里，从来没说过。他的委屈咱们值得倾听，但他的罪行也必须要审判。到最后，他希望叶谦能替他把他父母的骨灰撒到海里。有了叶谦的点头，他可以说了无牵挂了。